你说作为一个男人，我跟你说，在外头挣钱的确是真不容易。是，你知道男人有多难吗？男人在外头，我跟你说，不管是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得要能忍着，你才能做成了事儿。就像他表姐似的，上市场打我去，把那市场打得乱七八糟的，说人朱彩霞跟我有关系，那不胡说八道吗？现在市场要停我的摊子。2009年离了婚了以后，你猜怎么着？最让我失望的就是他去征婚去了。你有人成了，干嘛我不能征婚呢？我已经跟你离婚，凭什么不能我去征婚呀？我们俩没离婚的时候，他表姐说：“你看他离了以后，我给你介绍一个比他好多的有钱的。”介绍啊，你怎么没跟那个？当然呀，当然呀。行，我表姐是气不过。你们来到这档节目，最终的目的，我就是为了孩子，想跟他复婚。以前的那个感情，我念那个情呢，我就愿意跟他复婚。比在我们口不开的。虽然还在争吵，但是有争吵的时候，说明还有一些感情。这对夫妇，曾经的夫妇，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复合吗？来，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主人公老陶，45岁，来自东北，这是一位做服装的；女主人公文慧，45岁，来自东北，是一名职员。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啊！09年就离了婚了是吧？对。怎么又想着复婚啊？因为这孩子马上就要毕业了，他也快处朋友了。处朋友那个女方啊，她不会愿意和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处朋友。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孩子？对。自从我们离婚以后，孩子性格变得特内向，学习成绩下降的特别明显。我觉得我们离婚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孩子。当初为什么离婚啊？当初他怀疑我外头有女人，我出去打货呀，回来的时候他呢问你跟谁去的？我说有好几个人。好几个人都谁呀？我说有朱彩霞。那你就跟他过去就完了吧，你回家干什么呀？那个什么彩霞，我看你们在那儿吵，也提到那个人，那个是什么人？那个是我在市场认识的一个朋友啊。我在市场啊就做普通服装，生意很冷清。朱彩霞呢就在我们那个对个啊就当了邻居了，见着面就打招呼。朱彩霞说：“陶哥，你那个生意挺冷清的，你改做皮草吧。”我说我也不会啊。他说你这样，我教你。就这样，我们就一来二去就做了几年，不错。等于是生意伙伴是吧？对，帮了我很大的忙。所以说他呢，在这方面就不理解这个问题。对于漂亮女人呐，他那敏感度啊就相当强。回到家以后就因为这个问题，以前出去打货也就3、5天，最多1个星期。自从跟这个朱彩霞合作以后，我跟你说，出去每次打货最少半个月。要不然1个月一个多月的时候都有。我带着那个同事就去买衣服去了，你花口我就说这是我们家的店，给你们拿进价。到那儿了，那服务员说的那个你不能那个给他拿进价，这个得朱彩霞说了算。我家的店为什么他说了算呀？他是跟他开玩笑。他那朱彩霞在他那店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过来照顾生意，他知道情况。他把这件事情，我跟朱彩霞这件事情啊，对他表姐说了。他表姐的态度，如果要是息事宁人的心态啊，也不会至于到现在我们俩离婚。他表姐说的离婚没关系，姐给你介绍一个比他还有本事的，比他还优秀的。我说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你就太不对了。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搞离婚呢？是不是？那个小片里说什么啊？到什么市场把摊儿砸了又回不去了，说的什么事儿啊？对啊，那个是以后啊跟朱彩霞合作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事儿，他跟他表姐说了以后，就上市场去找我去了嘛。见到我跟朱彩霞正在聊那个打货的事情呢，他不了解情况，然后过来之后指着人家就喊收摊子。你收摊子有什么好处？你一点儿给我脸面都不留是吧？我们今天把这个朱女士给请来了哈，咱们也见。我跟你说心里话，我为了表示啊我的诚意，我能够澄清一下过去你对我冤枉的那些，或者是你对我不理解误会啊，我把朱彩霞都叫过来了。来，有请。你好，他们俩事儿您了解？可以说挺了解的。很好的生意伙伴是吧？就是老陶呢，特意请我过来，希望他们俩呢复婚，而且真心真意的希望他们俩呢，为了他们的孩子，也为了他们这个家呢幸福。这个明明都对您有误会，您干嘛还来啊？
他也是为了我，为了澄清那些事情。不是因为此地无银，我跟你说。你看，因为我是他的生意伙伴。为了谁呀？因为我是他的生意老陶的生意伙伴，所以说这个事情一个一个说哈。先让客人说哈，来。因为老陶呢，就是我们合作的生意上的朋友，那我叫他老大哥。再者说了，因为我有家庭的人，因为我的家庭很幸福。您今天来不怕您先生知道了这不好啊？我先生鼓励我来的呀。哦。就是他让我来的呀。就是相信人。对呀，对我非常信任。就为了来说明我们俩其实之间是清白的，是吧？跟文慧嫂说也是，对我们俩之间是清白的。好，行，谢谢您哈，请回再请啊。谢谢朱彩霞啊，谢谢了啊。怎么我看这位朱女士上来，您一肚子的气哈。我跟你说好几次吧，我们都是因为他才吵的架，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跟我表姐，我们俩去那个市场啊，老远的就看俩人在一块儿就那儿腻呢，看着我跟我表姐来了吧，就连我家就跑了。你心里没有鬼，你跑什么呀？你躲我干嘛呀？对不对？您这话就不对了啊。人家来了说此地无银300两，人家走了说心里有鬼，那您让人怎么做呢？消失。我跟你说啊，有一次喝多了吧，拉着我的手，哎呦，朱彩霞，你对我太好了，只有你才理解我呀，把我当朱彩霞了，你知道吗？真的假的呀？真的。那个喝酒啊，那个我是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我那个情况，他说他跟我没提过。真的哈？不知道那个没有。我就想我对他那么好，说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局，你知道吗？要不是为了孩子，我真的我跟死的心都有，你知道吗？我说这个朋友，这异性朋友，你说你有没有啊？我也有异性朋友，交朋友是有分寸的，你不能出去1个月半个月都不回来。我说你不能说半夜打电话叫你走你就走，搁哪个女人心里都不得琢磨这事儿啊？听明白了，专家可能也听出一些端倪来了哈。今天有没有复合的可能呢？你们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我看来，这对感情真的没有彻底斩断。离婚2年了，站在这个台子上，还是你在说我的往事，我在说你的往事。一个离婚2年还在咂摸当初吵架时滋味的男女，难道真正能够做到彻底的形同陌路吗？我不这样认为。先生，我相信你跟这位祝女士在某种关系上是清白的。的确清白的，的确。您敢否认没有暗恋过她吗？没有喜欢过她吗？这个没有对她动过有一点点的男女的感情吗？这您怎么问得这么细呢？对一个女人来讲，我跟一个男人过日子，我图的是什么呢？他心里只有我，而不是说他心里装着另外一个女人，觉得那女人什么都比我强。所以不论是您喝醉了酒还是没喝醉酒，拉着老婆的手说彩霞你真好，我觉得那一刻您老婆的心都碎了。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他那么说的话，我还真是没有感觉到说我说朱彩霞拉他手。你这太可怕了啊！说了都当没感觉了，那就平常都说习惯了呗。不是说习惯了，你就听吧，别说了。所以先生，我最后告诉您一句话：男人每一点细微的感情上的变化，女人都会感知到的。我建议您，如果只是为了凑合着为了孩子过日子，不要去拉他的手，他会明白真相。人的一生当中可能会有4种关系，分别是朋友、情人、拍档和伴侣。如果这4种关系分别是4个人，那么这个人是最累的；如果这4种关系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是最幸福的。千万不要把和工作伙伴上的那种心领神会与夫妻之间的那种默契混淆在一起。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只是彼此之间技巧上的配合，而夫妻之间的心领神会完完全全是共同进退对于爱的坚守。老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然后撇去所有的关系不说，非常非常客观的把祝彩霞和你老婆放在一块儿比较一下，到底谁比较适合做老婆啊？做老婆还是文慧比较做老婆？为什么呢？比较好做老婆。为什么呢？她会体贴我，她了解我，我们的时间比较久。朱彩霞毕竟是合作没有几年嘛，人家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老婆。你的意思是说，你跟祝彩霞就是说相处的时间还不够长？
这话有道理。他刚才是这样说的。这话有道理，但是我没有说破坏人家家。可以了，OK， 可以了，可以了。这不也很明白了吗？我通过这个事情，想跟生活当中的一些男性朋友，尤其是在生意上、在工作上有一个很好的异性伴侣的时候，当你们很迷惘的时候，觉得这个拍档不错，你看跟我心头一合，如果又能成为我的妻子该多好啊！错，那是完全不一样。拍档只有在合作的时候才能够暂时的彼此信任，而夫妻之间的信任是不需要任何代价的。它完完全全就是你心里面的那根定海神针。然后我再想说一下妻子，你的那些挑衅的方式，更多的是在推开自己所爱的人，只是让他更多的远离你。还有那个表姐，我听你的描述，我也可以听得到，这个表姐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但是很多方式非常的不得当。即便你对这对夫妻生活当中有再大的帮助，你也无权去干涉别人的婚姻。也可能他心是好的，但方式是错误的。大哥可能还得再考虑考虑。既然你认为这个婚姻跟表姐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也想听一听表姐对这个婚姻的看法。一起进入旁观者清。两位表姐都来了哈，他们复婚你们觉得合适吗？肯定不合适啊！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什么样。一开始我妹妹跟他搞对象的时候，我就不同意。男人长得太漂亮的话，我们确实心里不踏实。你的青春都给了他，他要花心，你真是没办法，知道吧？他非得坚持，他就爱他呀，对不对啊？您确实带着人去打过他，也砸过摊儿。那当然了，我跟我妹妹一块去的时候，看到他跟那个朱彩霞俩人好像正亲亲密密那说呢，而且俩人还挨得特别近。凭我的经验，我认为就不正常。你那叫不了解情况。我还要怎么了解情况啊？一看到我们了，马上就分开了，赶紧就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你考虑过你什么都不说，就冲我妹妹为你生儿育女，咱甭说别的啊，哪点对不起你？你拉着她的手叫别的女人的名字，你说得清楚吗？我特别了解我这妹妹，她特别善良，而且对老公啊、对孩子真是一板一。老曹呢，他也是一直也挺能干的。你看做生意来回来去跑，这我们全知道。他那会儿没下海的时候啊，他们虽然生活困难一点，但是我觉得还行。后来因为一直老这样的话，经济上不行，因为儿子越来越大了哈，我借钱让他们做生意，结果是夫妻变成什么呢？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享福了。啊，马上就眼睛看外边去了，那哪成啊？我特想知道，就是您这表妹这2年离婚之后生活的幸福吗？怎么说呢？她在心里还多少有他，我就老说不能再想着他。他老是惦记自己孩子，我告诉他，孩子将来有孩子的生活，对不对？你要守着这么一个花匠，你这一辈子老为这个，你吃醋也好，老为这个担心，对不对啊？老了你要找一个能够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我坚决不同意跟他再走到同年，绝对不可以。你看见我什么时候在外头跟女人混来着？我什么时候花天酒地过？知道吗？即便朱彩霞，我都不爱提。以后会出现刘彩霞、李彩霞、另一个彩霞，因为他就是这种人，对不对啊？这样跟他喘气喘不完的气，对不对？来。你就是忘恩负义，我表姐对你那么好，你现在你还这么说你？王慧，你不知道，你老这么信他的，你老信你这个表姐的。算了吧你跟他过去吧你。老陶，我是觉得不要更多的扯人家那位祝女士，你知道吧？对啊。第一，她有家；第二，人家确实一个好心来的，对吧？对。啊，人家要求再上场，那就上吧。来，有请祝女士来。我觉得你文慧嫂，我现在叫你声嫂子，知道吗？你别老把我事情扯进去好吗？因为我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再说我的老公比他强多了，知道吗？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这样强词夺理，你们在外边有什么事我根本我就不知道。我告诉你，不要把我扯进去。什么事儿啊这叫？我扯进去了。听见没有，老陶？你老公比你强多了。我真的感到突然。你感到突然？太突然了。哎呦，怎么又突然了呢？你怎么觉得突然呢？这话里有话的。第一个，我今天请来是我诚心诚意的想让朱彩霞解释清楚。我没想到他们两个
文慧，你就消消气儿。你应该以前你跟楚彩霞有事儿没事儿，只有你们俩知道吗？我不想追究了。以后没事就行哈。昨天你跟我说是为了孩子，咱们才来到这儿，对吧？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跟他生气，我也是为了孩子，你知道吗？你就别说了。我跟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以前你们有事儿没事儿翻过去。我跟你说，你要是有诚意跟我复婚，不是我们不要，那你就跟他断绝关系。我跟朋友关系怎么能断呢？你要不跟他断绝关系，什么都别跟我说，这个关系，知道吗？朋友关系，你也别说陶大哥，为了孩子，陶大哥，我们接下来的话题本来就不在祝彩霞上来澄清了之后，就不应该把别人再扯到这里面事儿来了。但是祝彩霞刚刚上来了之后，就这么一段，你理解了一个道理吗？我明白。你在别人眼里就是个草，只有你老婆把你当宝。明白。知冷知热结发妻，还是结发妻子好。我现在是这样，文慧，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行吗？我跟他以后的事情都当着你的面儿，行了吧？不可能，不可能。咱俩一起面对他。你的生活里只能有我没有他，要不然就有他没有我。老陶啊，就做不到老死不相往来啊！啊，没有他你做不了生意吗？你活不了吗？滴水之恩当涌泉。人家现在不要你帮了，人家刚才已经表明了不要你帮了，您不招人家就谢谢就不错了。陶先生，你现在想挽回的是谁？我前妻文慧。是啊，他现在需要的是你的态度。就你现在这态度，我告诉你，你没商量。那你想让我怎么样呢？你跟他断绝关系，咱们还可以商量。没有事业，你说我成什么人了？我第一次听说一个男人说，我非要靠一女的，我离开他，他不跟我一起上火，我就做不下去了。为了这个，我还跟我老婆离了婚了，这叫什么事业呀？刚才朱彩霞不也解释清楚了吗？不，跟人家没关系，就你的事儿。你还想什么呢你就不想想孩子，不想想这家？行了。你们抓住自己最后的那点时间吧，一起进入黄金的舞。文慧，这2年多，我一直没有忘记你过去对我的那些好，也没有忘记你跟我一起度过的那个苦辣酸甜的日子。过去日子不好过，咱们都一起走过来了，现在好过了，反倒要成了这个局面。我也感到心痛，我自己做的不对呢，也请你多多原谅我。我今天在这儿啊，我跟你说，我看你这态度，我心里明白了，你心里没有我，你知道吗？你心里没有孩子，也没有这家。孩子呢，我会照顾好，你放心吧。好，时间到。就那么一句话，就那么难吗？让你抉择一下，就抉择不了吗？来，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觉得他们应该订婚呢，还是分手？来，请选择。现场有96.43%的朋友觉得他们应该分手，不应该再复合。有很多事情啊，摆得很清楚，仔细去体会，就能体会出个中的滋味来。接下来我们要数5个数，然后看一看这对曾经的夫妻会做怎样的选。5、4、3、2、1，请开门。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前前后后，一回回的时间。我给你透露个细节哈，转门转过去之后，我听到了那个景区里面有一个特别心碎的哭嚎声。我判断的不错的话，应该是你的前妻。其实，本来复婚这件事情已经充满了曙光，就是做一个选择。
你没选，他现在还没走。我相信，如果你现在选了的话，也许还能峰回路转。我预料到，天要下雨就随他去。其实一个男人也很脆弱。行，明白了。你是想找一个可以让您哭泣的怀抱，祝您能找到，好吗？谢谢您主持人，谢谢，请回。谢谢专家，请回，祝幸福。不留一字。